说实话，每次刷到王一博的私服或者品牌上身图，我总会忍不住停下来多看两眼。不是那种哇好帅的表层感叹，而是真切的感觉到一种很微妙的氛围。明明是同一件衣服，穿在他身上就是跟模特图甚至其他艺人穿出来的感觉不一样。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就是王一博买家秀 vs 卖家秀，很多人半开玩笑的说男模女模都干不过他。这话听着有点夸张，但仔细想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今天咱们就坐下来好好聊聊这件事。其实衣服从来不只是布料和剪裁的堆砌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是穿它的人骨子里的东西。王一博的买家秀之所以能频频出圈，说到底不是他多会挑衣服，而是他本身就带着一种别人模仿不来的贵气感。这种气质不是靠滤镜，不是靠打光，而是从内到外自然流淌出来的。我个人一直觉得时尚圈最难得的不是穿得对，而是穿得像自己，而王一博恰恰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。咱们先说说买家秀和卖家秀这个老梗。在传统认知里，卖家秀永远是完美的，专业打光，精准修图，模特骨相标准，衣服被撑得恰到好处。可一旦落到普通人手里，版型塌了，颜色偏了，气质撑不住，落差感就出来了。但王一博偏偏是个例外。他穿的那些衣服，很多时候就是品牌直接寄来的样衣，甚至没有造型团队从头到尾盯场，可成品一出来，反而比官方图更有生命力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衣服在模特身上是被展示的，而在他身上是被穿着的？这种区别特别微妙。我私下里常跟做视觉的朋友聊，其实衣服是有脾气的，你太用力去驾驭它，它反而别扭；你放松下来，让它跟着你的节奏走，它才会真正活过来。王一博的买家秀之所以能反超卖家秀，核心就在于他那种不刻意的松弛感。说真的，现在太多人把穿搭当成 KPI 去完成，而他更像是把衣服当成老朋友，随便一搭，反而有了故事感。这种反套路的表现，恰恰是当下时尚语境里最稀缺的东西。那到底什么是贵气感？很多人一听这个词，第一反应就是大牌、高定、满身 logo。但其实真正的贵气，从来不是价格标签堆出来的。在服装美学里，贵气感更多是一种留白和克制。你看王一博穿衣服，很少有大面积夸张的设计，反而是基础款、剪裁利落的外套、垂坠感好的长裤，或者一件质感上乘的针织衫。可偏偏就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单品，穿在他身上就透着一股不费力气的高级。我个人理解，贵气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确信。你不需要用衣服去证明自己多有钱、多潮，而是你本身的存在感，就让衣服有了分量。王一博的站姿、肩线，甚至走路时衣摆晃动的幅度，都带着一种天然的挺拔和从容。说实话，现在社交媒体上太多精致感是靠影凹出来的，但那种东西经不起细看。真正的贵气是见过世面后的淡然，是经历过喧嚣后的安静，而他身上恰好有这种不张扬却压得住场子的底色，不得不提他的骨相和体态。时尚圈老说衣服看骨架，这话一点不假。王一博的肩颈线特别干净，头身比优秀，但这只是硬件。真正让硬件发挥作用的是他那种收放自如的控制力。你看他拍照，很少摆那种用力过猛的 pose， 眼神往往是微微垂下，或者带着点漫不经心的疏离，可恰恰是这种状态，让衣服的轮廓有了呼吸感。我有时候会想，为什么很多模特穿高定像衣架，而他穿休闲装却像走秀？答案可能就在气息2个字上。他的呼吸节奏和肢体语言是高度统一的，衣服跟着他的动作走，而不是他去迎合衣服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种气质真不是练几天台步就能出来的。他需要一个人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，不讨好镜头，不迎合流行，只是安静地走自己的节奏。现在娱乐圈太浮躁了，很多人急着被看到，而他反而懂得藏。这种藏恰恰成就了衣服最需要的空间感。咱们再从行业角度聊聊，为什么品牌方有时候宁愿找艺人拍 lookbook， 也不完全依赖专业模特？因为模特的工作是还原设计，而艺人，尤其是像王一博这样的任务是赋予设计灵魂。男模女模当然专业，但他们的专业恰恰是标准化，台步、定点、表情管理，全都有一套 SOP。可时尚的魅力从来不在标准里，而在意外中。王一博的买家秀之所以能破圈，就是因为他打破了这种标准化。他可能会把一件本该正式穿的风衣敞开扣子，里面搭件就 T 恤，也可能把运动外套配上一条垂感西装裤，看似不合规矩，却在视觉上形成了奇妙的平衡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好的穿搭不是搭配，而是化学反应。
你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，如果它们能互相成就，那就是对的。王一博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懂这种错位美学。说真的，现在太多人把时尚当成数学题去解，而他偏偏是在写诗这种现象背后，其实还藏着大众心理的微妙变化。以前大家看明星穿搭，看的是同款能不能买到，现在更多人看的是他为什么能穿出这种感觉。王一博的买家秀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多共鸣，恰恰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可接近的高级感。你不需要买得起整套高定，只要抓住那种不费力的核心，普通人也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复刻一二。我常跟做时尚内容的朋友聊，现在消费者对真实感的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完美感，滤镜太重，修图太狠，反而让人产生距离感。而王一博的很多出圈图，甚至带着点生活毛边感，衣服有点皱，背景是普通街角，光线也不完美，可偏偏就是这种未完成感，让人觉得亲切。说实话，时尚走到今天，早就该从神坛走下来了。它无意中踩中的，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审美转向。从仰望到共情，如果你仔细拆解他的穿搭逻辑，会发现他其实有一套很隐性的穿衣哲学。他不追爆款，不堆叠元素，反而特别注重质感和比例。比如，他偏爱低饱和度的色调，但会在面料上做文章，羊毛的软糯，皮革的冷峻，棉麻的肌理，这些细节只有近看才能体会。而且，他非常懂得留白的重要性。身上从来不会超过3个视觉重心，要么突出肩线，要么强调腰线，要么用配饰点睛。这种克制反而让整体有了呼吸的节奏。我个人特别喜欢他那种衣服为人服务的态度。很多人是为了穿衣服而穿衣服，他是让衣服适应我。说真的，现在太多人把穿搭当成社交货币，生怕别人看不出自己穿了什么牌子。但王一博偏偏反其道而行，他让牌子变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人。这种反向操作，恰恰是高级感的终极形态。所以，回到最开始那句话，高级感只属于王一博。这不是粉丝滤镜，而是基于大量视觉样本和行业逻辑得出的结论。每个人的骨相、气质、生活经历都不一样，衣服穿在身上，本质上是人一合一的化学反应。你可以模仿他的搭配公式，但模仿不了他走路时那种微微向前的笃定。你可以买到同款外套，但复刻不了他低头系鞋带时那种不经意的专注。时尚圈最残酷也最迷人的地方，就在于他永远在寻找不可替代性。而王一博恰恰用一次次买家秀证明，真正的高级不是被定义出来的，而是长出来的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把它放在10年后、20年后回看，这些照片依然不会过时，因为他们记录的从来不是某件衣服，而是一种活法。说句实在话，在这个人人都在努力被看见的时代，他偏偏选择被记住。这种差异，大概就是贵气感的终极答案。聊到这儿，其实挺感慨的。王一博的买家秀之所以能一次次刷屏，不是因为某一次偶然，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我气质的清醒认知，对穿搭节奏的精准拿捏，以及对真实感的坚持。衣服终究是外在的，但穿它的人才是决定它最终面貌的核心。咱们普通人可能永远达不到他的硬件条件，但那种不讨好、不将就、不刻意的态度，完全可以借鉴到日常里。说到底，时尚不是用来攀比的工具，而是表达自我的语言。下次你打开衣柜，不妨也问问自己，这件衣服是他在穿我，还是我在穿他？答案找到了，贵气感自然就有了。而王一博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参考答案。